阿联酋它的武器装备非常的豪华，除了有 F-16的战机，它还有幻象战机。除此之外，大家很压抑，它还有 F-35战机。说是要打仗的话，它是完全没有作战经验。伊朗这个国家，就说近代来讲的话，它刚打完2伊战争，但到最后人海战术都打出来了。所以海湾国家不只是这个阿联酋现在他出来讲说要协助美国参战，我觉得最大一个可能就是怕美国脱身走了。这有一点像什么？就是有一只大狼狗带了一群吉娃娃，那大狼狗被打败以后，这个吉娃娃在后面帮忙这个呐喊，好，这个我来帮你打，我来帮你打。川普说的这个史诗级的狂怒，这个是虚张声势吗？我们也要来看到的是美伊的战火在升级之下，现在呢，海湾国家首个国家他宣布他也要参战了，可能会来参战的就是阿联酋。那阿联酋他一旦参战了，其他的海湾国家会不会也看到他们觉得这个美国已经不可靠了，决定一起跟着阿联酋来参战呢？今天我们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就在美东时间4月1号，台湾时间的早上9点整，川普发表了这一场长达19分钟的全国演说。好，当然了，大家可以想象到的是，他一定又在这个演说上面不断的吹说自己做了多少事情，那有多大的一个胜利等等。他把这个他所做的这个攻击包装成一场干净利落的闪电战，并且呢，他说接下来2到3周的时间，美军会对伊朗来展开极度猛烈的打击，要把伊朗打回到过去的石器时代。川普赶快也来看到，他列出了哪一些，他说都是自己所做出来的战果。首先他说，伊朗现在的海军已经灰飞烟灭了，空军也是废墟，国家领导层遭到歼灭，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系统被瓦解，还有飞弹与无人机的能力已经大幅的削弱了。真的是这样吗？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也来帮我们看一下他所说的战果到底达成了多少。立刻呢，我们看到路透社是直接打脸了美方哦，他说美国其实并没有单方面的碾压，反而呢看到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持续在波湾跟以色列发动各种的攻击，以色列也针对德黑兰的政权据点持续的打击。他说双方现在仍然在持续的交火，这是来自于路透社最新的一个回应。那么《华尔街日报》也立刻揭露了，说川普在自家社群上面说呢，伊朗的新任领导已经提出停火，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也是假的。再来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最在意的石油问题，他这一场演说上也有做了一些回应。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他说，美国未来不会再从荷姆兹海峡进口1滴的油了，还呛他的盟友们说，好，你们要油可以啊，但是你们自己去夺，自己去抢，自己去保护你们的油，不然呢，你就是跟美国来买油。然后呢，再来就是看到了，其实现在这个媒体也特别点出了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但是川普他根本就没有要解决，就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狂飙，民众苦不堪言，川普都没有解决，还有包括了这个经济上面，在战后的一个经济的后果，通通都避而不谈。好，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要来看到了，现在呢，这一些传统的共和党的人对于川普开战，最新民调支持率暴跌了48%，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所以我们特别来看到说这一场演讲，赖老师怎么看？那对于传统的共和党人，对于川普的支持度暴跌48%，对于接下来的选情，赖老师又怎么看？这影响很大，对于川普的选情，还有最主要是共和党的选情的期中选举嘛，11月份马上要开始了。他本来就没有民主党的票，独立选民也很明显的不再支持他了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看到No King 的活动里面有3200场，超过900万人。第一次的活动在去年6月发生，500万人参加而已。第二次的活动在10月发生，700万人。这一次就已经超过900万人了。然后第一次的活动就在大城市，这一次的活动是已经到社区了第一次的活动他们在兰州，这次的活动不但到红州，而且到摇摆州，像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都已经动了过去川普在宾州里面拿到的一个小社区，他的这个选票是拿到6%，可是这次走上街头的人数不在少，这都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就是说，民主党的、独立选民的，
甚至连很多的共和党人都跳起来反对。所以共和党的大咖他们自己都跳出来说，情况危险了，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情况再走下去的话，他们在这一次的期中选举稳输无疑，稳败。不但是参议员败、众议员败，甚至连州长有些部分的州要改选，都可能会败。那如果国会里面参众两院都败的话，这个对川普来说是绝对不但颇压，而且还会面临被弹劾的问题。那你想对川普来讲怎么办？川普就必须要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赶快下车了。可问题是他现在下不了车啊。那下不了车，因为最早他的任务，他认为伊朗很容易屈服，所以我只要让你屈服，你就愿意跟我谈和。那怎么样让你屈服？最好的方法就是斩首行动。那斩首行动成功了，可是伊朗没有被屈服啊，因为他们的接班人马上就上去了。那杀了那么多人，接班人上去，斩首行动没，那现在他该怎么办？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因为伊朗已经很明显了，我不给你下台阶，我就是不给你下台阶。第二个，他回过头来找盟友，可不可以给我下台阶？例如说，盟友都涌在他旁边，那就是代表他战争很有正义性嘛。结果他的盟友都跟他保持一个距离。是这个欧洲，整个欧洲、北约都说这不是属于我们的战争，我们不愿意介入。那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显得越来越孤单了。所以他在国际间被孤立，他在盟友间被孤立，他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他在联合国没有得到授权，所以他是一场不义之战。这么多的负面的新闻全部都出来的时候，然后伊朗还是坚持不给他下台阶，他到底该怎么办？他给自己下台阶嘛？我赢了，我赢麻了，我就是胜利。你怎么说？政权更迭的，你政治学家再怎么出来说，这不叫政治更迭，那是你家的事，我说了算。对，我说政治更迭的政治更迭，好。我说海空军被摧毁了，你要说海军还在呀？不，我说了算，海空军被摧毁了，无人机已经没有了，还在飞啊？没有，我说了算，没有就是没有，导弹还在打啊？没有，它被我削弱了。那核武呢？没有了，他现在短时间做不出来，不然你叫他打一枚看看，他就是做不出来嘛。所以他现在是绝对没有，将来也不见得会有。好，所以我全部都胜利了。那你说，可是你讲都不是事实啊，没有关系，我胜利了。所以他给自己准备好下台阶。那目前来讲，就是怎么样拍一场大戏而已。所以我相信他的好莱坞的导演跟摄影师都拍过去了，到时候登陆的时候就拍一场大戏，轰炸的大戏，登陆的大戏，南岸登，北岸下，刚刚好结束，是开心的不得了。拍大戏，拍完了以后在影片上放，川普第一名，他胜利了。胜利。好，川普他自导自演的自己拍的这场大戏，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如老师刚刚帮我们看到了嘛？这盟友不赏脸，尤其现在是在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哦。川普还说呢，要这些盟友自己，你们要油的话，要么跟我们美国买，要不然自己去抢油好了。接下来怎么解决？宽哥怎么看？川普是呛英国啦，就说你们缺油哦，你们就自己去荷姆斯海峡自己去护油哦，自己去抢哦。那我们要把这个大架构现在跟各位谈清楚哦。美国是全世界出口油最多的国家，但也是进口油最多的国家。那可能很多观众会说，奇怪的，他干嘛干这种事呢？这要谈论到政策的问题哦。在科技还没有那么发展的一个时代，1950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想法是油有一天会用完，所以美国我们就不凯自己的油，我们有钱嘛，我们就跟全世界买。那时候跟谁买最多呢？跟委内瑞拉买最多，所以美国他们在波斯湾所有的炼油厂，那个都是重流质的炼油厂。简单的说，那个油厂没有办法炼中东的油，所以他说他不买中东油是因为油不一样，油有分为轻质油跟重流质油，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因为那时候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时候，有4个国家是化外的，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它完全打死，所以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是可以跟伊朗买油的，伊朗的油很棒，是轻质油，所以我们台湾的中油，我们台湾的那个台塑的油是很好的油。那为什么呢？很好炼。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讲到这个之后，就要谈论到全世界的一个局势了。没有想到有一天美国它出现了页岩油，它又发现了很多的一个油井，结果连以色列都发现油井。以色列目前外海发现的那些油井，据说目前已经开了3座，未来还会开5座到7座，所以以色列未来130年的油，各位自给自足绝对够，加上他们有很强大的一个能源系统。那谈论到这个，很多人就会说，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油很重要。各位还记得吗？1月份的时候去委内瑞拉，
为什么抓马杜洛呢？川普他也不遮，他就2只手一伸啊 ，all the gasoline 啊，全部都是为了石油。那今天他也没遮哦，他今天那个19分钟的演讲当中，他还是谈石油哦。但现在油就麻烦了，为什么油是麻烦的呢？例如说我们在亚洲的话，因为我们距离中东近，而且长期我们的油都是用中东的油，用习惯用好的油，所以我们拿到困难的油，我们没办法炼呐。各位，我们没办法炼，韩国也是，日本也是。那过去日本他们用沙克林线还从俄罗斯可以来，可是后来俄乌大战也被砍掉了，所以未来怎么办呢？简单的说这是一场大棋。什么叫这是一场大棋呢？未来的买法全部都要改变。未来的买法就是不能再从中东进包括60%到70%的油了。未来要各地同时来买，可能要排说跟那个足球赛有点像啊，就排3331。或者是432，或者是反正就要有不同的替代法则。那我们来看看目前台湾的策略哈。台湾的策略，卓荣泰院长已经说了哈，我们目前5月底前，我们不缺油，我们也不缺天然气，但目前缺的是塑胶袋。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溢价，我们就溢价去买。那当然溢价去买，中油承担，后来还是要全民来补贴。我觉得这个倒是小事，但有一件事要来跟各位做提醒哦，分批购买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日本跟韩国的半导体厂现在是哀叫啊。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特殊气体拿不到。那很多人就说，那为什么台湾的台积电没这问题呢？各位，原来这个问题在2022年就发生了。2022年那时候，因为俄乌大战的过程当中，很多半导体需要的特殊气体从哪里来？天然气提取的过程当中，分离油气，冻到零下270度，把很多不同的气体炼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的氦气。然后呢，很多的钢铁厂他们在炼钢的过程当中会分离出很多特殊的气体来，这些气体一一的慢慢收集完之后，就可以给半导体厂用。但俄乌大战那时候出现一件事情，有钱你都买不到。所以我们台积电那时候就想说，不行了，该贵要给人家贵，所以台积电就分开购买。所以这次台积电说得很清楚了，台积电说我们目前的气6个月通通都够，结果韩国说，哎呀，可不可以一点点分我们？可不可以再暂时啊，还分你们啦？韩国说他们的气目前只能够撑2个月，原因就在这边哦。但就未来来说的话，如果美国他们是出口油最多的地方的话，这次在战争当中，当然他战争也花了很多钱，但这是有很多国家是紧急去跟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跟澳洲买油跟买天然气，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水很深。未来的国际局势会怎么变，都看战事未来会怎么变化。能够停战最好，如果不能够停战的话，油一直上去，全世界的景气受损，股市会跌。那各位，你的口袋都变少了，你会支持这场战争吗？好，我们现在看起来，川普就打到现在，其实也已经不管了，就撒手，然后让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问题自己去给盟友们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想办法去承担后续的风险等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的是说，这一些波湾国家一定是在这场战争里面看在眼里，他们认为说美国已经不可靠了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首个国家现在准备参战了。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国家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披露，说是阿联酋啊，接下来要协助美国了。阿联酋呢会成为第一个在遭到伊朗攻击之后正式加入参战的波湾国家。等一下，请将军来帮我们盘点一下他的军力到底如何？现在根据最初步的了解，中东它这边算是最精锐的高科技军力，主打防空跟这个空军。然后呢，它有配备 F-16跟萨德系统等等，也有实战经验。重点是它的整体兵力大约是58000多人，其中陆军是最多的，等于是一个有钱又能够打的海湾国家。那其实，在它这样的消息一传出来之后，伊朗它是立刻就攻击了阿联酋，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攻击，共造成11人死亡。将军怎么看？其实阿联酋这个国家哈，它土地面积大概有8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1017万哦，可是它人口88%是外来的人哦，不是都是他们阿拉伯人哦，所以你认为这个国家它会团结吗？你再看这个名称哦，阿联酋为什么叫阿联酋？阿拉伯联合酋长共和国哈，就是很多个部落聚集在一起，我们组织一个国家，所以各部落有各部落的想法。当然，这个中东地区不只是阿联酋了，包括到科威特哈，包括到卡达这些，包括甚至于沙特，这些都是王公大爷的国家。我跟各位报告好，只要有钱就不会想打仗哈。这个阿联酋哈，它的武器装备我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非常的豪华哦，它那个阵容非常好。它除了空军来讲，
它除了有 F-16的战机有77架之外，哈，它还有幻象战机，哈，有57架。除此之外，大家很压抑，它还有 F-35战机，还有50架。你说豪不豪华？那地面部队来讲，它的战车哦是法国这个第一线的战车哦，叫做勒克莱尔战车。除了这种战车是主力战车有390辆之外，它还有 M1 战车，也是美军。都是第一线级的战车，那当然，它在这个地方海军其实海军实力也不弱了哈，所以说它的装备确实是非常的豪华。可是你要知道哈，这个你说如果说是要打仗的话，它是完全没有作战经验。但你反观哈，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它从不要说以前它是波斯帝国时代，就说近代来讲的话，它刚打完这个两伊战争，它两伊战争打得非常的激烈，那到最后人海战术都打出来了哈。所以海湾国家不只是这个阿联酋哈，这个现在他出来讲说要协助美国参战，我觉得最大一个可能就是怕美国脱身走了，那没有关系，这个小弟我继续加入你的行列，继续来帮你打。这有一点像什么？你知道，就是有一只这个大狼狗带了一群吉娃娃哈，那大狼狗被打败以后，被咬伤以后，这个吉娃娃在后面帮忙这个呐喊，好，这个我来帮你打，我来帮你打。不是我瞧不起海湾这些国家，我跟各位讲哈，这个第一个我们讲这个海湾这些产油的国家，科威特，你知道那时候那一年伊拉克打他用了多少时间？就整个国家被伊拉克并吞掉嘛。大概6个小时啊，从早上出发到中午，连走路都比走路都还快。中午12点他就彻底投降了。我们讲沙烏地阿拉伯好了，沙烏地阿拉伯它的装备也非常的精良，但是它的油田经常被这个胡塞无人机攻击，最后靠谁来保护？它也是靠甚至包括我们台湾那时候都组织大漠远征队去帮他保护他的油田，他也跟中国买他的这种无人机打无人机的装备哦，叫激进狩猎者来保护他油田。所以海湾这些国家，我觉得他如果说是要这次讲说阿联酋说要帮美国打仗哈，其实是要把美国拉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走，小弟我帮你撑腰，你不要怕，我继续帮你。但是那种场面确实是，如果说看在懂得军武的这种军事的这军迷眼中哈，真的是笑话一则。好，环球大战线，我们节目要持续讨论中东的战场，除了美伊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参战国以色列，它的执念，我们现在来看到。面对伊朗以及他所扶植的这些势力，哈马斯、真主党、胡塞等组织啊，以色列跟美国不一样，他没有要跟你谈和，他就是要跟你死磕到底，把所有的敌人铲除就对了。但同时，以色列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引以为傲的防空体系，3成的防空体系，现在面对比较大的危险。因为伊朗的飞弹命中率在1个月内呢，战争进入到第2个月，现在是翻倍成长的，包括了铁穹。负责拦截短程的大卫投石所，还有箭矢，就是在不同的这个高度、不同的层次面呢，来覆盖、保卫这个以色列的整个国土的安全哦。但是现在敌人的这些攻击，越来越可以洞穿以色列的这3层防空体系，让他们应接不暇。我们看到，包括了也门的青年运动也正式参战了，向以色列发射了弹道飞弹，而且这不是巧合啊，不是忽然说我响应这个什叶派的号召我就出来打，而是看准了这个 timing。他们出动的是一个精密的一个体系围殴战。别看他们叫青年运动其实这个组织拥有的武力还不小你看它这些光是什么流星衍生型射程都是几千公里起跳的。所以虽然是青年运动的名称，但他们拥有的武器跟设备一点都不青涩好，我们来看到了，那这个现在青年运动的武器库持续来加入伊朗，一起来对抗以色列。请问舰长，以色列现在树敌接二连三，并且有一个合纵连横的感觉，不管是从南北夹击，还是从这个围殴战来对以色列发动这个清算，你觉得以色列的防空体系很快还能顶得住吗？那以色列的防空体系其实有7层。那刚刚静乔已经帮我们数了4层也就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的，最低的是铁穹，接下来是这个大卫投石，然后大卫投石的这个部分呢，也就300公里，接下来就是1000公里的箭矢2式跟2000公里的箭矢3式。其实这一种概念原来是完美的。那我们如果来看图片的话，这就是铁穹、大卫投石、箭矢2式跟箭矢3式。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是一个精确打击的概念。可是现在
这个伊朗他用的不是这个概念，所以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他用的就是饱和攻击。那他用饱和攻击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个4层，再加上美国的3层。对，美国到底有哪些？第一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萨德也是300公里。那第二个就是爱国者。那其实还有一个，也就是以色列自己的，叫做 Iron 就是铁树。铁树是什么？它其实雷射武器。对，雷射的。那这一个部分呢？但是大家一直都在看啊，就是胡塞组织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手？结果最近出手了。他这一出手，大家着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也就是霍姆兹海峡这个部分呢，其实现在几乎已经走不通了。那当它走不通的时候，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就利用它的东西油管运到这个红海一侧来向外输出，它就要走南边的这一个曼德海峡。对。可是曼德海峡这里的最大的困难，也就是也门的胡塞组织。现在胡塞组织要出手了，那也就是未来这个曼德海峡能不能走，就是个大问题。如果它不能走，这个油价还会再向上翻。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他取了很多的名字啊，其实他另外一种名字，也就是伊朗的，都是伊朗提供的。这个就是流星1、流星2、流星3。其实这一些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图凡啊，或者是巴勒斯坦1、巴勒斯坦2，也就是其实这个胡塞组织就是伊朗的代理人。那我们看到啊，其实现在最难打的，也就是这一个无人机的部分啊。这个无人机呢，其实大家认为它要怎么样发射？其实它的发射很简单啊，它就是用皮卡那个带着跑就好了。皮卡就这样子，它也不用高速，它自己所创造的浮力就可以让它起飞了。那当然也可以用弹射的，可是用我们刚刚讲的，用这种 Toyota 的这种皮卡，中东神车。对，然后但是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一个所谓的见证者136到底是哪一国研发？就是伊朗啊！伊朗输出到这一个俄罗斯之后，俄罗斯自己他又进行了改进。他又进行改进之后呢，也就飞得更远，也就是它最远呢可以飞到2500公里，比当初伊朗设计的还要远得多。而且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俄罗斯把这个飞弹又卖回了伊朗，然后也就是伊朗他拿到的比他现有的那个射程以及弹头更重的这个无人机，其实这个对于以色列或者是对于各个美国基地来讲，都是一种无情的打击。没错。好，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这个犹太民族所组成的国家。那犹太民族有钱，善于经商，大家都知道。但现在对以色列来说，更紧迫的可能是人的问题啊。因为以色列的参谋总长萨米就公开承认，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是严重的兵力不足，再持续下去，可能他们会先从内部崩溃。此话一出呢，伊朗议长马上就应答，放话说：好，我们就是要加速看到你们以军的崩溃。而且说这个话也不是这个讨面子之争，只是呛下而已，而是他精准判断。那其实伊朗自己这样常年打下来，又受到轰炸，他也是这个急于要扩大征兵的，甚至都降低了对年轻志愿者的参军年龄哦。现在说你只要12岁，你就可以来参加这场圣战，也不管什么违反儿童权利公约之类的事情，反正先保留这个国家存亡再说。好，代理人战争也全面动员起来了。我们看到美国刚刚我们谈了很多，是否要出兵打地面战与否，美国的决策是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以色列方面压力也是越来越大。我们看到前面的1个月，这2个联军是打得风风水水、顺风顺水，但是进入到第2个月，开始有一点路遥知马力，开始有点辛苦，有点疲乏了。这个越来越多的隐忧，是不是已经感觉慢慢在浮现出来？委员，对啊，当然，其实对以色列来说，它不是没有受到打击，也没有受到伤害。只是在这场战争一开始以色列就严格的控制新闻媒体的报道所以不是每一个记者都可以到以色列去报道以色列的现况的，甚至以色列把自己的上面的公共卫星都关掉了，所以你想要透过卫星的空拍的这个相关的讯息去掌握以色列受创的情况，几乎很难得到。那么所以从现在从这个
各方的一些相关的讯息看起来，以色列当然受到很大的打击哦。那么其实以色列跟伊朗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你死我活的状态了，就是彼此在这场战争当中，大家所设定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对方打死。对，因为他知道如果对方没打死，接下来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啦，过几年要继续再打了哦。所以以色列绝对不会放手的，哪怕美国不断的在讲要延长5天、延长10几天，没有用。以色列的攻击每天都在攻击啊，扩大攻击、全面攻击，他就是怕美国忽然抽手了，他没把伊朗打死了，所以趁现在美国还没抽手之前，拼了老命在打。那对伊朗来说也是如此啊。伊朗如果不把以色列轰平哦，那么对伊朗来讲，它不是伊朗的问题了，还包含黎巴嫩真主党，还包含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还包含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伊朗的。希望在这场战争当中能够彻底得到解决的，所以伊朗不断的强调说这场战争它的目的是什么？把美国赶出中东，然后让以色列从此把以色列打趴。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中东这个局，真正的乱源是谁？是以色列。以色列如果好好的让巴勒斯坦建国，他不要去屠杀加沙，他不要在屯垦区去修理这个约旦河西岸的这些巴勒斯坦的这些居民来说的话，那么没有真主党啊，真主党没有理由要打他的，胡塞武装组织也不用惹到他了。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针对以色列，而最主要的原因都是针对巴勒斯坦的这个问题嘛。所以其实我看到这一点哦，你会觉得这个中东的这些国家很没用哦，就明明都是回教徒。那么当巴勒斯坦这群人在被修理、被屠杀、被这个种族灭绝的时候，你这些阿拉伯国家到底在干什么啦？哦，那么你们跟美国站在一起，你们享乐过好日子，这吃香喝辣的。但是真正在这里作战的，你最后看到的是谁？看到的是伊朗，看到的是真主党，看到的是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哦。这世界上有恐怖分子总是有道理的。就在这几年里头，我们终于应该领悟到一个状况了。大家以前觉得说恐怖分子从天上掉下来的坏蛋，可接下来你会发现说，为什么会变成恐怖分子呢？他终于有他的道理，这个仇恨是怎么存在的？所以其实在这场战争里头，伊朗哦，对以色列来说，他是不会手软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比谁先垮嘛。那我说过，伊朗跟以色列这个相比啊，伊朗比以色列大，人比以色列多哦。那么，而且除非今天美国要打地面战，那么你说以色列要彻底打趴伊朗，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还不要讲说它背后可能还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做相关的支援了。所以，如果这场战争无穷无尽的打下去，如果美国真的抽手了，那就等着以色列被打趴吧。所以刚刚委员帮我们分析哦，其实这场战争不要看忽然在2026年这样爆发起来，其实已经是前几年，包括以色列、包括巴勒斯坦，在加沙这样政局下累积的新仇旧恨，在今年一次又再算清楚而已。好，另外全世界的能源跟航运贸易的真正大旗，我们也要聚焦到海上，因为现在2大的这个海运咽喉都拉警报了，包括北边的荷姆兹海峡，包括南边的红海入口的曼德海峡，现在都可能受到这个青年运动已经扬言我们要加大了封锁。我相信这已经不但是全球能源，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的痛点，是全世界的消费者，包含我们桌上4位都已经感受到，大家现在去加油，这个油钱都变贵了。所以如果伊朗这2大咽喉都被伊朗拿来做威胁，然后施压美国跟以色列，我们有观察到会不会有更多的势力开始不满，跳出来跟美国还有以色列说，收手吧阿祖，不要再搞下去了，真的已经世界大乱了。老师觉得美以真的会就此退步吗？我觉得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对立现在看起来在步步升高。对，还在升高。那尤其是在赫姆兹跟曼德这2个，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2大咽喉其实也的的确，它一个是占控了20%的油跟天然气，另外一个是。你如果要绕到非洲的好望角，大概要多10天到14天的航程，所以时间以及金钱这个是一大影响。但是呢，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他现在如果停下来的话，以色列能确保他未来自己本身的安全吗？尤其是内塔尼亚胡，他根本就是挑起这场战争的这个始作俑者，他可能就会因此下台，他的小孩就必须要结婚了。因为他的小孩已经2次结婚被延后，都是他的战争所造成的这个延后。那川普呢？他能够真的如此不尴尬的去把这个战争停下来吗？那我觉得其实他不会那么的就放手的。因此，你看到对全球的这个冲击就取决于这2个人，我就搞不清楚了。川普现在到底的想法是，他觉得赢了战争就赢得选举吗？
还赢了战争就能取得石油吗？还说赢了战争，他这个女婿的基金就可以募到更多的钱吗？现在整个美国这个帝国，基本上这次的战争就像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一样，那是英国走下霸权的舞台的最关键的里程碑。是就是苏伊士运河被占，英国拿不回来，最后美国反对他对埃及用武。这场伊朗战争的话，如果持续再打下去，就是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也就是他的这个帝国开始走向衰退的一个里程碑。整个美国的所有的任何方面的机制没有办法去阻止川普，如果继续打地面战争的话，其实这整个帝国的相关的机构跟所有的相关的这些从媒体到政党到法律，其实都可能会被川普带向帝国瓦解的方向。现在美伊战争可以说是边打边谈了，那双方的领袖呢都释出了很多的烟雾弹也好，转移焦点也好，声东击西也好，就是各种的尔虞我诈。因为兵不厌诈，这是战争哦。我们就要带你来看懂后面的真实脉络。好，美国总统川普他的最后一级行动很快就要到来了吗？因为现在传出美军拟定了4套方案，我们依序带大家来看。但这4套方案呢，都是要在关键的荷姆兹海峡附近来做出一些军事部署。首先，第一个，派兵攻下哈格岛。昨天我们也是大谈了这个各种哈格岛的可能性的，因为它是伊朗石油出口一个最重要的岛屿，可以说是掌握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命脉了。所以第一个是哈格岛。好，第二个呢，也是要打岛屿，但是不是哈格岛，而是这个上面有战略碉堡据点的拉拉克岛，在这个位置哦。第三个是要攻下阿布穆萨岛以及旁边的2个岛屿，就是这个大小通布跟阿布穆萨在这个位置，它同样也是在荷姆兹海峡一个经过的要道，所以你只要控制住这些岛呢，只要是船只在这边，你都可以做火力支援去控制它。然后以及第4个就是比较难度比较高的哈，就是荷姆兹海峡东侧拦截或者是扣押船运的这个运输，但是荷姆兹海峡东侧就是伊朗的土地嘛，那这些高山丛峻里面非常多。这个革命卫队都埋伏在这里面，真的是很难查。好，4套方案现在美军定调出来了，但是有没有发现都离不开一个夺岛的想法？究竟这个夺岛有多重要呢？它的可行性有多高？而且美军就算你拿得下，你守不守得住也是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就要先请厉将军从军事角度帮观众朋友分析，为什么4套方案都跟岛有关？首先这个4大方案在我们军事上面叫做作战判断你要从各个行动方案里面找出最佳行动方案，这是一个思维逻辑的问题。首先第一个要思考的是你的任务，先要做任务分析那现在美军的任务是什么？我举3个任务，你认为是哪一种可能？第一个是歼灭伊朗的有生战力，第2个是让伊朗的油没有办法继续卖出去，第3个是开放荷姆兹海峡。那这3个任务里面，你认为如果说以美军现在它优先是哪一个任务？多重任务与多重目标的选择，你要先确定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很明显的主要任务是荷姆兹海峡要开放，所以基于这个任务来讲的话，我认为哈克岛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因为哈克岛主要是夺取伊朗的油源嘛。那第4个方案是这个扣押伊朗运输油，也是扣押伊朗运输油，你们并不是你主要开放所谓荷姆兹海峡，那你要开放荷姆兹海峡的话，我认为就必须要控制这个地方，也就是要用兵力夺取拉拉克岛跟这个阿布萨姆岛这2个岛。那接着下来，我们再研判第2个你要研判的是什么？你行动方案你要搞清楚敌人会采取什么行动，你不要光自己一股脑的光有自己的想法，你不去想敌人会干什么，那敌人会怎么样封锁？伊朗会用什么方式来封锁荷姆兹海峡？第一个，我认为它很明显的就是用布雷的方式。布雷。第2个来讲，它可能用的就是水面上的快艇来对你实施油轮实施攻击。第3个就是它的无人机的攻击。第4个是导弹。大概我认为，如果说它要封锁不外这几种手段。那如果说针对敌人可能采取的这种4种手段，我们来看看究竟是荷姆兹岛还是阿布萨尔岛可以有效的阻止这个伊朗的军队做这行动。我个人的分析是这个北边这个拉拉克岛主要是这个拉拉克岛。为什么我选择这个岛是优先的？第一个就是它控制这个岛之后，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荷姆兹岛的话，
它可以完全火力涵盖到荷姆兹岛，这是第一个。如果这边有基地，它在这个地方部署了阿帕奇直升机，在这个直升机来讲的话，可以对布雷的船只实施这个火力的攻击，也可以掩护它的扫雷艇来实施扫雷。那当然也可以阻止它的这个快艇对油轮实施攻击。当然最后来讲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部署了拦截的导弹，对，或者拦截的无人机，现在有一种无人机是可以拦截无人机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可以有效拦截这边起飞的无人机对游艇做攻击。当然你说阿布萨姆岛也有可以，可是阿布萨姆岛距离这个海峡就比较远，它拦截效果当然就没有这么好。这是依据敌人可能行动，我选这个。那就这个我们战力保存来讲的话，我觉得为什么要选这个岛呢？因为这个岛来讲，你看跟这个阿联酋的这个尖角这个位置可以互相是最近的，互相来讲可以相互支援，是它可以掩护到这个岛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它舰队包括它的2栖攻击舰队，可以不用通过荷姆兹海峡，可以确保自己安全。所以它如果说在这边我们讲的迪利波利号或者是全斯号，如果停留在这个地方利用这个阿联酋突出来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基地，还有这个岛，这样形成一个三角互相依靠的态势，相互可以掩护，相互可以支援，就近可以打击到伊朗的战机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按照这4个方案来讲的话，我认为要达成任务，就一定要控制这个地方，才可以有效的掩护油轮开放荷姆兹海峡。了解。那你当然夺取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科斯姆岛来讲的话科斯姆岛不是夺取这个哈克岛在这边，如果夺取哈克岛的话，距离太远了，480公里，而且昨天我们也分析过了嘛，在这个地方风险太大，主要是但你把它油打掉，你达不到开放海峡，你要威胁它。用它来当做交易的筹码。如果伊朗不服你的话，你也达不了手。你封锁这边，对不对？如果伊朗说我油就不出去了，我也不运油出去，那你敢不敢去这个对其他国家可以？他让你通过了，包括中国的油轮啊，包括到你友邦的国家，你美国也不敢把它拦下来，就反而造成自己对于盟邦国家的不友善。所以我认为纯粹就军事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夺取的这个。拉拉克是可行性最高，而且是最容易达成任务的一个行动方案，所以我选择这个岛。了解，好，谢谢厉将军的分析。确实，我们刚刚看这个地图的相对位置，拉拉克岛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支点来控制荷姆兹海峡。不过未来美军跟五角大厦那些高层怎么想，我们还有待静观其变。但是上述这些夺岛作战呢，都离不开人啊，人要去打仗，所以要庞大的地面部队。所以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已经证实美军当前他们在中东地区已经集结了5万人喽。陆海空的战力包括了林肯号的航母打击群、F-35、F-18、F-15各式的战机，还有正在抵达要会师的82空降师跟第31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那伊朗，大家这阵子看它，虽然都是用一些低成本，但是可以不断消耗你的武器来讲，但是可别忘了，伊朗的这个武力排行在全球他们也有排名第16的总兵力。包括了正规的国防军，包括他们忠诚的革命卫队，还有这种飞弹、无人机各种来严阵以待。所以现在美伊双方都在凝结手上的筹码跟兵力筹码，就在等待一波 all in 的机会。如果真的发生了 all in 的机会，张教授，你觉得这个情势会怎么发展？我认为美国这个兵力规模还是不够，因为伊朗够大。你看伊朗164万多平方公里那么大。美国现在如果是刚才所说到的第31远征军，就是海军陆战队，也包括82空降师，够吗？你这样子，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你人就那么多，筹码就那么大，你就只能夺岛，或者是想要控领荷姆兹海峡，我都认为有点吃力，有点吃力了。对你这个兵力规模，你要非常大的兵力规模，可能是5万、10万。我们不要讲到越战50万，对不对？越南才30万平方公里啊，这个是164万平方公里，你怎么让这个伊朗来屈服？兵力规模，我认为要地面战，你兵力规模不大，那你会不会容易？你要让敌人屈服，我认为没有办法。而且它规模大算，它还分散。你刚刚讲的这5万个，那它分散在各个地方啊，巴林、科威特、伊拉克也有，还有阿联酋，还有沙烏地阿拉伯，还有约旦。还有安曼也有啊，都整个是散开的分散，它没有形成集中。你地面要集中啊，不然你分散，你怎么样去投入？我认为
兵力不足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个，我认为后勤规模，你后勤打后勤，你火力够不够？伊朗的他这种国防军革命卫队，它也是有战力的。伊朗虽然现在海优跟空优被美国摧毁了，对，但是地面战目前还算是完整。那你这个后勤不够，那你火力就不足。你火力不足，面对伊朗的国防军革命卫队，你能够达到多少的战略效果？我认为就是相当有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初的他的战略情报判断错误，打4天，你没想到打了4个礼拜。对，换句话说，这个战略情报的估算错误过于乐观，我认为是美军的致命伤。那第三个，我认为作战期程太长了，当初没有一击奏效，一鼓作气嘛，再而衰啊。那你让伊朗有所警觉，地面部队有所调动，有所调整，要进入地下化。你这样的话，伊朗的战损就会相对的减低。那它的战力保存就会慢慢逐步的落实。那美军还能够达到多少？所以我认为美军它的战略情报判断跟分析的这种过度乐观，我认为是它的致命伤，而没有一举奏效。我们现在整个看下来哈，美国现在是急着谈判，美国急着谈判，表示说美军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一点点招架不足。美军如果够顺风顺水来玩吧，我已经 all in， 大家来，那不怕了。他现在也感觉到有点结束，因为他面对2个大的压力。第一个，联合国这个安理会并没有授权美国出兵，没错，你压力大不大？这是你自己单独性，单方面做，正规性。对，第二个，他并没有得过美国的参众两院的授权，说通过了可以用，没有他有时间压力，要在60天内结束用兵呢，不然你要参众两院会怎么来看？会对他做制约，对川普做约束，所以他时间压力会越来越急迫。那这样的话对美国用兵不好，他有时间的压力，有兵力规模这一方面综合因素看起来的话，我认为他逐次投入不妙，总共加起来地面部队只有8000人，他面对的是伊朗大军，他只有8000人，他的以小博大，我认为他玩太大，风险太高，他夺小岛岛屿都是易攻难守，你攻得下来没有问题啊。我认为美国摧枯拉朽，轻而易举就把这几个小岛拿下来了。对，你要不守？现在伊朗天天拿无人机给你攻击，自然无人机就跟你上去，你怎么办？你掩体够不够？你是不是要进入这样子就变成了容易由消耗战进入焦灼战？你进入焦灼，对美国那就要时间延宕哦，时间延宕对美国来讲是不利的哦。所以我认为他去夺岛，你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达到真正的战略的价值跟效果？我认为都存疑耶。他有没有做个妥善的评估？我认为他目前没有啊，就感觉到故弄玄虚、故弄绅士。我认为那你就是几个岛，还有荷姆斯海峡，但是问题是，你把这个岛夺下来，荷姆斯海峡并没办法开通。我拿无人机出来，对海峡上的目标做，尤其是游轮，任何全世界所有游轮并没有做进步防御系统，我对它做攻击，然后只要是不跟美国不跟以色列站队的都可以通过，只要美国以色列的就不行，我就无人机就过来，那你要怎么办？所以美国到现在为止还不敢派军舰护航，没错，因为风险太大。为什么？因为伊朗到现在为止还有地对舰的反舰巡弋飞弹，它还没有用呢。这个不用装载，它现在已经没有存在舰队，但是它有以陆制海的反舰飞弹还在啊，所以美国不敢派军舰护航，风险太高。那还有水雷还没有使用呢，所以等等来看的话，还包括水下无人机了，还有很多牌了。对，伊朗还有牌可以用，所以我认为美国逐次投入并没有达成战略效果，是它目前陷入焦灼战的关键因素。是，好，就像我们张教授讲的，确实美军一开始的战略设的有一点太乐观了，认为拔掉这个前最高领袖哈米尼之后，或许神权政府就会垮台，结果没想到引来的是更多进入到消耗战的一个模式。我们开场就有提到兵不厌诈，这是战争非常知名的电影《投名状》里面的一句名台词。这些大人物，你不要看他在说什么，你要看他到底做了什么。尤其呢，这个1天之内想法就可以变卦好几次的美国总统川普，他现在说什么话，大家都要打折扣，因为已经是一个放羊的总统了。好，他一方面说要在谈判桌上来终结战争，一方面我们看到兵力又持续在加派、在部署、在磨刀霍霍。袁老师，你很懂川普的心思，你认为他现在心中在想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刚刚你讲到这种矛盾刚好是川普心中的矛盾的感觉他确实是这个人又笨又坏他的很坏的原因的话呢，就是跟着
其实刚刚两位将军所谈的事情，都是认为美军在对伊朗，对，都忽略掉重要的因素是以色列啊。人家以色列是脑袋非常清楚的，以色列的纳坦尼亚胡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骗着川普跟着他一起下去。那一旦下去以后呢，接下来的事情都好办了。所以你会讲到说，美军急着谈判，又另外加属的部队的话呢，确实是，如果说美军放出来要谈判的消息，以色列没有动作，那就知道这个谈判是假的。是，如果说美军的话呢，这个弄了部队的话呢，如果说他们想要谈判是真的话呢，以色列就加大攻势，让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挽回。这几天的情况就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说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必须强调。川普胡里巴嘟的，就是听到以色列跟他那个忽悠以后，说哎把那个哈梅尼耶干掉以后，你说不定可以拥有伊朗的石油，他一高兴就跟着干下去了。结果以色列是把哈梅尼耶干掉，那个美国一下子把人家一个小学干掉170个小女孩，怎么赔？170条小女孩的命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的话呢，美国派了大军，美国不但派大军哦，美国透过他的战争部部长跟美国的国会要2000亿美金，你算一下，2000亿美金准备打2年了，知道吗？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现在所面对的困扰的的确确就是说，美国有3方面的大困扰，一个就是它的国内的困扰啊，大家都知道，等一下我们会谈到。都反战了，开玩笑，你这个战争你要讲士气，也要有正义的，还要有低成本，他妈都没有。然后另外的话呢，在整个国际上，所有的盟邦都不支持，啊，原来国内。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以色列刚好跟他已经把他拉进来以后，以色列的做法，我请大家要注意一个数字啊。现在伊朗内部的士气很高，以色列内部也有80%的人士气很高啊。大以色列要实现了，把美国拉下来。以色列立国从1948年到今天，就在等今天。所以说，美国现在搞的情况下就非常困难。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必须要讲一件事情。目前的话，那个川普啊，他是结束不了，但是呢，一结束又失面子。那伊朗提出来条件只有第3点。你给我赔偿，我们就知道，你只要认输你就赔偿。川普怎么可能认输？所以美国现在拖下来，我记得这个美国会进入一个新的越战期间，我都不排除它会逐步的扩大。是。